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回来。在加拿大生活了快4年，总结下来，我觉得最大的好处之一就是加拿大整个社会的信息足够透明。不管是从移民申请、住房物价到求职就业、税收变动，只要你愿意查询，大多数宏观数据你都能够在加拿大各个政府的网站上找到。如果你像我一样喜欢自己去分析数据，又或者你一看到这些数字和图表就头大，那今天这个视频你一定要看到最后。但是如果你只愿意当一只把头埋进沙子里的鸵鸟，那你现在就可以划走了。那今天这个视频呢，我会用最简单的语言帮你读懂目前加拿大的就业数据，尤其是2个关键指标：职位空缺率和失业率。职位空缺率到底是什么呢？它是用来衡量劳动力市场供需关系的关键指标。简单来说，就是每100个职位中有多少个是正在招聘但还没有招到人的。2022年，也就是疫情后，劳动力短缺是最严重的时候，这个数字一度高达 5.7%。那个时候，几乎各行各业都在喊缺人，找工作的人相对容易。这也是为什么那个时候，不管是各种签证的政策和移民政策都相对的宽松。从加拿大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来看，从2022年以后，加拿大的职位空缺率一路在下滑。2024年第4季度职位空缺率为 3.1%， 这是自2022年第2季度达到峰值的 98.3万个空缺职位以来，连续9个季度下降。2024年第4季度的职位空缺数是 54.7万，到了2025年的2月，职位空缺率为 2.9%， 这个时候加拿大职位空缺数量为 52.8万，连续第6个月保持稳定。与2024年同期相比，职位空缺数量减少了 13.11万个，同比下降了 1.99%。这个数据变动的趋势表明，市场并没有恢复到职位充裕的状态，目前的职位空缺率仍处于近5年来的历史低位。咱们再来看一个核心的数据：失业率。2024年第4季度呢，全国的失业率在 6.7% 左右，但是到了2025年的3月，最新数据显示，全国的失业率维持在这个水平 6.7%。这个数据是继2022年以来的最高水平之一。这张图表中展示了2025年3月各个年龄区间的失业率水平，其中15到24岁的年龄段失业率最高，达到了 13.7%。根据加拿大统计局的数据截止2024年年底，加拿大的空缺职位总数是 54.7万个，比2023年底减少了13万多个。而到了2025年的2月，这个数字是 52.8万个，空缺职位持续在减少。与此同时呢，加拿大的总人口已经突破了4100万，过去2年增加了超过200万人。仅2023年这1年，加拿大总人口增加了127万，其中47万是永久居民，81万是非永久居民，包括国际留学生、持工签的临时居民、访客转身份者，他们几乎都在找工作。这就意味着找工作的人越来越多，但能找到的岗位却越来越少。下面我们来看一下2025年各省的职位空缺率。BC 省 3.4%， 安省 2.8%， 新斯科舍省 2.8%， 曼尼托巴省 3.5%， 育空地区为全国最高 4.8%， 大部分省份的空缺率同比下降到 3% 左右，其中降幅最大的是萨省的 1.2% 和阿省的 1.0%。 咱们再做一个不同行业的对比。2025年的空缺率最高的行业是医疗护理类，4.7%，
如果你想从事这个行业的话，你是需要执照和本地经验的。其次是建筑类，3.8%。那这类型的工作呢，体力劳动偏多，而且基本上都是短期合同，比较普遍。餐饮住宿类呢是4.5%。那这一类的工作呢，它的薪资水平是比较低的，而且具有高流动性。空缺率最低的行业是教育、公务、金融、科技类，他们只维持在1.5至3.0之间。这就意味着大家眼中所谓稳定、专业对口的工作，其实是最难找的。加拿大统计局目前公布的数据显示，有超过300万人属于临时居民类别，其中大部分人正处于毕业后工签 PGWP、配偶工签 SOWP、雇主担保身份转换。2025年 IRCC 给出的移民水平计划数量全面大幅的降低。拥有真实的雇主关系、持续就业记录，未来比学历更关键。谁有工时，谁有收入，谁就多一些机会留下。也许你正在准备毕业，或许正在等待工签，也许你正在修改简历，投出一封又一封的申请。别灰心，我分享这些数据不是用来打击我们的，而是帮助我们看清环境，从而做出最理性的选择。今天这个视频呢，不是一个励志故事，而是一个关于如何在结构性变化中生存的现实分享。我非常感谢我在加拿大学习的那2年，因为它教会我如何去做 research， 这也是我在来加拿大之前并不擅长的事情。今天的视频呢，我就分享到这里。如果你喜欢我今天的分享，欢迎你点赞、订阅、收藏和转发。咱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